大家好，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今天小编要来和大家聊聊梦与超能力之间的关系。目前，生物学家、心理学家及其他领域的学者们在梦的研究方面已取得了巨大的、令人欣喜的成果。据权威人士被称为世界当代睡眠科学之父的法国神经心理学家米歇尔·茹维教授预言，人类有可能在本世纪末达到控制睡眠、控制梦的能力。超能力及人体特异功能，又叫做潜能，从心理感应到预知能力，甚至精神支配物体，都是一种潜力，是我们大家生来就有、可以开发的一种潜藏能力。那梦和超能力怎么就连接在了一起了呢？因为有科学家发现，通过梦的训练就可以开发人体的超能力。美国超心理学家路易莎·莱因博士曾收集了3290个案例，其中6%属于心灵感应或预知的梦。德国的一位研究者在50年代搜集1000个自发产生的超觉案例，发现其中63%以梦的形式出现。2个研究者在调查印度学童报告特异功能体检时发现，一半以上的案例和梦有联系。在英国，莱因夫人于1954年的研究还发现，梦是超觉信息的载体，是第一条通向超觉的捷径。所以，许多特异功能的研究者把开发人体这种本来所具有的潜能力的开发转移到了梦上，并研究出了一些用梦来开发潜能的方法，通过训练使自己的梦具有超觉功能。美国超心理学家斯科特·罗格就介绍了一些方法。他认为，为了把梦作为通向超觉的坦途，首先必须学会记忆梦。他提供了一些训练方法，如重视梦的价值和智慧、记梦的日记、就餐时命令自己记住梦等。第二步便是分析梦，可以每周过目一遍自己的梦日记，看看其中是不是有什么预告未来的迹象。一些梦很可能预示着将发生在第二天或者本周内的某些事物。此外，我们还可以做一些侦查工作，如果梦见了熟人，就给他打个电话，检查一下梦中出现的和他有关的信息。逐渐的，通过这些分析和积累，就可以凭知觉知道自己做了具有特异功能的梦。据多数人的经验，特异功能的梦往往由于平常梦境在感情色彩、鲜明度或次数方面都明显不同的特征，个性色彩很浓，因此很难描述。学会了记忆梦、分析梦，还可以进一步学习控制梦，从而把梦编入超觉的程度。美国心理学家帕特里·加菲尔德博士在其名作《创造性的梦》中提出了一些控制梦的方法。他认为，首先应使自己相信你能影响自己的梦，然后可按下面4种方法控制自己的梦。1. 注意你希望梦见的题目，并在就寝时全神贯注这个题目。2. 暗示自己会做什么梦，把意图变成简单的句子，睡前不断重复，直到入睡。3. 你梦见什么，就在白天从事和它有关的活动。4. 学会知道自己在做梦。只要多实践，梦的控制就会越来越容易，最后在晚上随便给自己一个暗示，就足以控制自己的梦。此类的研究在国外正方兴未艾。通过上面的例子，我们发现西方国家在对梦的训练方面，与藏传佛教在2000余年流传下来的藏密瑜伽梦观成就法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但他们的研究是纯心理的，研究训练的深度也停留在编梦法的层次上。简单改变梦境的心理且没有达到超觉状态，并不能通过改变梦境来改变事物，与梦观成就法中的编梦法有本质的区别。藏密梦观成就法则将心理的训练与人体的气、脉及咒语相结合，是一种心理、生理与灵力的综合训练，并且将训练的层次深入到人体意识的最高意识状态，也就是超觉状态。只有进入到超觉状态，才可以开发出人体的各种超能力。超觉意识状态是各种特异功能开发的基础。而且从梦中获得特异功能并不是真正的最终目的，真正目的是在深入睡眠后进入超觉状态，显现自信光明，真正的大彻大思，如实认识宇宙人生的奥秘，掌握超出生死轮回之道，
自觉进行生命的变革进化，变生死轮转、换诸苦交功的不圆满生命形态为常乐我净，永恒幸福、绝对自由的圆满生命，才是应有的奋斗目标和生命进化的终极归宿。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梦游。说起梦游，许多人都联想到梦游症。梦游症在过去一般是梦境的继续，故称梦游。但近年来，生理学家在睡眠实验室的研究发现，此病的发生并不在梦中，而是在非动眼睡眠的3到4期深睡阶段，所以现在多称为睡行症。中医认为，心主血而藏神，肝脏血而含魂，即心藏神，肝藏魂。心肝两脏的气机失调，造成神不守舍，魂无所附，神魂难安，魂随神驰而引起的睡行症。但今天所要讲的梦游不是这种病态的睡行症，而密宗认为人的生命是受、暖、食3要素的结合体，临终之际3者解体即为死，实际上是暖与食的分离，意识与暖热同时存在，死时同时离身。根据暖热在身上最后消失的部位，便可以知道神识离开的出口，据此可以知道其死后的去向。有顶圣眼天生，新人起修罗，刚鬼吸畜生，双足坠地狱之说。如果从顶上出，则超凡入圣，往生佛国净土。大家都知道西藏活佛转世，当一个活佛圆寂以后，他的灵魂就离开肉体，转入到另一个刚出生的婴儿当中，这个婴儿就是这个活佛的转世灵童。这里所说的灵魂，实际上就是第8识阿赖耶识，在众生死亡后，前7识俱灭，只有此时受善恶业力的牵引，在6道中轮回受报。前7识虽灭，但它们的功能仍存在于第8识之中，所以转世以后又起祸造业，使业种存于第8识中。第8识受着这个业力的牵引，又轮回于6道之中，一旦因缘汇合，升入人道，就成了五蕴和合的我。五蕴即色、受、想、行、识。色蕴叫做色，受想行识4蕴叫做名，故五蕴又叫做名色。由五蕴组成世间，是构成宇宙万物的根本。五蕴中的色指物质，对人体而言，地大指骨骼、肌肉等固体，水大指血、髓、内分泌、汗、尿等液体，火大指体温和人体生命热能，风大指呼吸和气，受、想、行、识指精神，也就是心。受为引起的心理感受，相当于心理学上的感情。想指对境取向所形成的概念，行指对境而引生内心的决定，发出的语言行为。识指分别意识，相当于心理学说的认识。在五蕴当中，识就是我主观的能认识体，色受想行是我所客观的所认识的对象。识与名色主观与客观条件并不是两件东西，识是名色中的识，名色是识中的名色。所以佛法说，识缘名色，名色缘识，此生则彼生，此灭则彼灭。佛法把识又分为8识，即眼、耳、鼻、舌、身、意、莫那、阿赖耶8识。阿赖耶识即是通常所说的灵魂，又称为神识，还有叫做灵体的。佛教唯识学中还有说8识之下还有第9阿摩罗识的，意义为无垢识、白净识，为解脱成佛之本，是能证会真心的实体，不生不灭，清净无染，即是真心的义称，但多将其功用摄于阿赖耶识所藏的无漏种子。修持佛法的根本就是修识，以此来脱生死，超出6道轮回，明心见性，净化8识心田，转识成智，常乐我净。最后，小编再分享一个密宗修炼梦的法门，仅供大家参考，不做过多评论。在密宗瑜伽中，有暂时以神识离开自己肉体的，以便达到肉身不易达到的地方，完成肉体不易完成的事情后，再回到肉体当中，称为灵体出游或神识出游。道家则称之为元神出窍。这里要说的是神识出游法，
也就是梦游大法。据称，本法修成后，可使自己的神识从顶门离开自己的身体，不受任何空间障碍，畅游宇宙十方世界，并可安全回到身中。功法：端身静坐，双手合掌，将心脏移至身体中央，即中脉心轮处，化为一朵白色莲花。绿色莲花台上有本尊的种子字，大小如豆，笔画清晰，洁净透明如水晶，就像一颗洁净透明的明点。头顶上方有一朵莲花，莲花上端坐着本尊，心中要有上师、本尊、大日如来三位一体的意念和想法。本尊的中脉与自己的中脉相通，本尊中脉的下端与自己中脉的上端相通。本尊心莲的莲花上也有一颗种子字所形成的白色明点。念诵祈请文：祈请诸上师赐予大加持，梦中有乾坤普众诸众生。然后观想本尊的明点放光，与自己明点的光明相照，像是一种吸力吸引着自己的明点。这时自己的莲花的莲台也产生一种吸力，再把自己的明点从本尊的明点中分出来，顺通光明的中脉下降到自己心轮莲花的莲台上。如此反复观想21次，一上一下为1次，最后观想头上的本尊及莲花方为光明，从自己头顶的中脉灌入体内，融入自己体内的明点当中。大日如来、本尊、上师与自己的明点四为一体。这时可以躺下入睡，睡姿以大贪师的姿势为最佳，决定自己元神出游的意念和信息，想着自己最希望到的地方，全身放松，练习自己头顶与肉体脱离开。在脱开的过程中，身体也许会出现强烈的震颤，有时会感到身体的震动会影响到床，有时会感觉到身体会有一种撕裂感。不论出现什么感觉，都不要紧张，继续修炼。练习几遍后，安然入睡，至一定境界即可在睡中进入超觉状态，元神出游。练习时如果睡着，入睡即可。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